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昨天晚上在通霄的白沙屯住了一晚，一大早吃完早餐，從民宿走出來散散步。從我住的民宿走到白沙屯海堤步道，大約2分鐘而已。看看海，散散步。那待會我們就開車前往通霄，去造訪最近有新開幕的通霄神社，有一些活動，去看看。我們現在抵達通霄火車站，從這裡出發走到通霄神社大約10分鐘而已。不過我們會先造訪一下市區的一些景點，然後一路散步到通霄神社。左側那邊有歷史建築，通霄鐵道糧倉建築群。嗨，旅行遇見貓咪。通霄鐵道糧倉為早年台灣省政府糧食局興建，作為農糧儲存使用。其興建年代約在民國39年前後，目前已經廢置，建築群依舊在，已被登錄為歷史建築，但部分建築已嚴重損壞，尚未進行修復。沒有開放。回到通霄車站了。接下來我們走往通霄媽祖廟、慈惠宮。我們在這裡右轉中興路，在前面紅綠燈左轉光復路。左側巷子裡面，前面有一棟日式建築，先進來看一下。這是通西里里長辦公室。我後面這棟老房子應該不是日本時代的建築，因為那邊的牌子有寫中華民國50年奠基，是當時的通霄鎮衛生所，後來成為通西里的里長辦公室。不過現在看起來應該也已經是荒廢了。對面這裡有一棟老房子，江夏堂。江夏是黃姓的堂號。我們現在繼續前行，走往慈惠宮，走回到光復路了。這裡又有一棟老房子，玉章堂。玉章堂是很多姓氏的堂號，不過最主要是羅姓的堂號。哦，旁邊還有一棟，這棟建築也非常的典雅。通霄我雖然造訪過多次，不過這一次是第一次在通霄市區裡面徒步旅行。哇，今天就遇到了幾棟老房子。我又回到光復路了，這是通霄媽祖廟、慈惠宮。通霄慈惠宮。民國庚寅年重修，庚寅年可能是指民國99年。通霄舊名吞霄，慈惠宮為本鎮信仰中心，歷史悠久，建廟的年代無跡可查，估計有200年以上的歷史。直到清道光17年，本鎮13莊總理鄭媽關先賢倡議擴建本廟，而奠定今日的基礎。造訪完媽祖廟，我們接下來造訪神社了。廟口水煎包，韭菜加冬粉，韭菜加冬粉，哇，好吃嗎？非常好吃。我們要在這裡右轉中正路。我們抵達仁愛路，仁愛路路底就是通霄神社的步道入口。左側這裡有一棟歷史建築，通霄國小日式宿舍。
仁愛路95號。通霄國小創建於明治31年（1898年），當時是苑裡公學校的分校，後來獨立為通霄公學校。那1937年，通霄神社完工之後，這所學校就位於山腳下，所以又改名為宮下公學校。到民國39年，改名為通霄國民學校，就是現在的通霄國民小學。通霄神社虎頭山步道，通霄神社這邊可以望見通霄國小。往通霄神社135公尺。前面這是新完工的布景。幾天前1月31日，通霄鎮公所舉辦“通通共好，霄與新生”通霄神社開幕活動。這是新整修完畢的日式建築。不過沒有開放。這是通霄神社的鳥居。右側是通霄神社的社務所。目前還在整修中。通霄神社事務所，這邊門楣也看到春聯遺跡，以前曾經被作為宿舍。通霄神社雖然在1月31日風風光光的舉辦開幕式，不過事實上整個神社的整修工作還沒有結束。今年度通霄神社又獲得中央文化部3000萬元的補助，所以預計還要2年的修復時間。2年後，或許就可以看到全面修復完成的面貌了。通霄神社鳥居依舊在，昭和已不在。通霄神社完工於1937年，昭和12年。這是鳥居的奉獻者。這石燈籠是神社舊物。九麥巴人於金安奉獻的，麥巴人就是批發人的意思。這裡有祈福卡。哦，這是苗栗縣縣長苗栗願景前程似錦，苗栗縣長鍾東錦。是在開幕式那天寫的祈福卡。通霄神社這邊兩側有石燈籠，共10座。左側這裡是新整修完畢的區域。我記得以前這邊的山路就是很多這樣子的老房子。以前好像是部隊的營舍吧。哨兵站55公尺，韓系水手坡公共廁所。這裡重建了2座鳥居。這守水坡也是新建的。這是公共廁所。崗哨在前面這裡。從這邊走過來就直接抵達通霄神社。戰後被改造的通霄神社，融入了閩南建築風格。這邊還有一座鳥居。這棟建築的原址是通霄神社的拜殿。當然，拜殿跟鳥居是不可能距離這麼近，這是改造後的格局。
後面是神社的本殿。這是通霄神社本殿遺址。這裡也放置了一座石燈籠。這是被水泥封印的歷史。旁邊那裡有車道，也有步道，通往虎頭山。山頂也有一處歷史建築——日露戰爭紀念碑。我們今天主要就是來造訪新開幕的通霄神社，那就不上去虎頭山看風景了。這邊參到的10座石燈籠，其實是新舊組合，有一些石燈籠事實上已經是被破壞了，那後來又重新整修，所以石燈籠有2種顏色。苗栗郡教育會、苑裡三角公學校職員兒童，這是刻着通霄食鹽煙草酒小麥組合園1銅。小麥就是零售的意思。今天的天氣非常的舒適，那我們待會就在通霄神社這邊留连一下，拍拍網美照或網老照。那我們今天在通霄的散步之旅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